迎收看《宝洁点评》。我们昨天已经谈到，只是因为最近的党军购的状况，让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度大幅的下滑。今天大家看到一个新的民调、新的报告，还要再问下一个事情，就是民众党有没有可能泡沫化？因为民众党过去在他的政党支持度上面一直维持有一个10%的铁杆保卫线，可是没有想到这个10%的铁杆保卫线居然已经被攻破了，从10%现在掉到8.5%。如果再从8.5掉到5的话，那这个党泡沫化就已经没有毫无疑问了。问题是现在民众党还挡得住吗？特别是我们看到，当这个法院判决它已经掉了一波。现在法院的整个内容出来以后，更让人家看清楚了柯文哲的真面目，更可以看出来说他在法院攻防里面根本胡说八道。如果这个扩散效应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民众党还保得住吗？未来还有民众党存活的空间吗？好，我们今天请到5位来宾，对台湾首位的财经专家黄正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台北市议员周小平，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张宇轩，好。好，第5位是资深的分析师冯开平，大家好。好，松刚刚讲的是昨天美丽岛电子报民调说，因为整个等于说党军购的关系。他们的等于说信任度、满意度，国民党和民众党都大幅下滑，而且更可怕。我们昨天特别指到一点是，新北对国民党的不满意度居然高达的1/6，这个对未来新北的选情会有很大的压力。对，而且更可怕的是，郑丽文一直在讲说，我这样子对中南部的选情很好，但你去看，越往中南部，反对国民党的声音越大，而且郑丽文根本就已经把南部过去的台风、风灾、地震。当时对整个政府的抱怨，全部都把它抹平了。对，好，那今天新的民调出来是民众党出来了一个政党支持度，把大家给吓坏了，居然只剩下8.5了。对，8.5什么意思？就是它已经跌破了10%的铁杆保卫线。没错，因为我们长期在看这个民调数字，事实上每一个政党的支持度呢，10%是一个天线。也就是说，你一旦跌破了10%之后，你会萎缩的非常快。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守不住10%，那你可能泡沫化的程度就会非常可能会成型。那我们看到正传媒的一个新的民调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出现一个状况是，民进党的民调是35%，国民党20%，民众党居然只有8.5%。也就是说，这个民调告诉你什么？蓝白合居然已经小于民进党了，加起来没有民进党多。那事实上，民众党已经8.5%来说，是对民众党是一个不可承受的跌破。宝杰，我跟他讲，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所谓这个正传媒，它所谓民众党的民调来看的话，它的最高点出现在什么时间？2023年的12月，当时的这个柯文哲在选总统，那时候他的民调有21%，他的支持度21%。对，但是选完之后，而且。他在整个投票对他的政党票的比例也有20%。对，好，那选完选举之后，因为没有当选嘛，他落到第3的时候掉到17%，不过当时还有17%，就没有一直撑到最后的时候。宝姐，去2028年，他开始，2024年的8月开始爆出所谓相关的这个弊案之后呢，他的民调就开始往下跌，那时候就跌到10%，那跌到10%之后。就连他被起诉，一直都在撑在10%，你看，一直撑在10%，10.6，一直撑在10%，然后甚至还有略微往上扬。那时候可能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它往上扬，可是你看一直撑到最后，你看突然在最近突然往下跌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用撑不住了，对，用股票术语来说，盘久怎样必跌，那跌了之后呢是怎样？趋势就是形成。就是它是往下的趋势，盘久必跌。对，如果你去看从2023年开始一路是往下的趋势是没有问题的，对，它就是一直往下跌了，站不上去了。刚才讲到，你当时刚刚讲，你一开始一直撑在10%保卫线，没错。当你在最衰的时候，你输掉的时候，还有10%的人打死不退。对，刚才讲到。当时大罢免，他说大失败的时候，大家开始有一点同情你对，没错。可是现在你把你的同情全部都耗光了，一路的直接摔到8.5。对，所以你看已经跌破，你看死守了多久？就这个马奇诺房间一破了之后呢，可能会衰退非常快。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大家都在讲这个柯文哲他在法院里面的表现嘛，然后包括说像目前为止来说啊，民众党自己里面都在打内讧嘛，对，但2个陆配呢把他们打得现在死去活来一个状况。不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讲的，那现在民众党还有一个质疑，你到底是白还是红？对，而且很荒谬的是，当时你在推说法庭的内容你要直播，你要公开，是的，要直播在公开的理由就是说。现在阿北在里面的委屈，外面不知道。阿北在里面非常的犀利，直接把这个所谓的检察官压着打，但外面不知道。是，就现在我们公布出来了以后，只看到谁？黄国昌在里面睡觉。对，黄国昌出来的时候讲的义正言辞，结果他在干嘛？在里面睡觉。现在更可怕的是，你现在有2个不分区立委一开始是徐春英，现在是李珍秀。对，李珍秀现在都很清楚说，你们2个人。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们跟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往来的？没错，好，李登辉目前为止来说，已经变成是民众党一个大烫手山芋了。他们现在用这个中评委的时候，就赶快说，你最好是知所进退。你看赖香伶都说，请你知所进退哦。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当然了，李登辉不是一直爆破吗？他说这个高虹安呢，这个柯文哲拿了700万给高虹安，那他后来要道歉，后来就说啊，我其实呢在其他群组我有提过啊，只是数字不一样，我数字不太好嘛。你干嘛又再讲一次？好像这个尴尬在这里，大家已经怀疑哦，要找证据哦，是你柯文哲有贪污哦，而且你把这个所谓的公共的捐献，你是可以放在自己的口袋、哦。对，好，那你现在讲说你给高虹安700万，对，那高虹安说没有，我没有达到700万，是，但有一笔账是有300万，对，300万是有账的，是，那700万是没账的，对。那如果按照你李珍秀所说的，你今天柯文哲给了高虹安700万，对，700万如果高虹安没有拿到，那这700万跑哪里去？对啊，这700万又跑到柯文哲的口袋吗？是，所以柯文哲他的罪状不是又多一个吗？对啊，明明就是不要讲了，他还没讲，他已经略微平息，他说啊。其实我在很多群组提过，只是数字不一样。你干嘛把它提出来？那提出来不止提出来，他还说什么？他说：“我本来收集了很多正反面的影印本，我要成立一个相关的协会。”就被他知道，你是在收集各自，这个不是当初很多人被起诉，不是用你收集各自做一些这个被他怀疑说你是不是在帮这个共产党在收集各自？你这个又是。被共不会为利嘛，对。而且他现在讲的事情，不觉得他跟徐春英做的一模一样吗？对啊，所以你看，民众党里面都有人在抗，就讲嘛。赖香伶说，请你知所进退。前中央委员就说，你不要跟那个大妈一样天南地北的瞎扯嘛，哈。那你更不用讲，这几天大家看这个法庭公访的时候，大家原本在理性务实科学，大家说，你应该是很科学嘛，对不对？就没想到，你看黄国昌当时这个法院这个去旁听金华城案的时候，他义正言辞，他说什么啊？这个司法这个所谓检察官都罗织罪名，然后等到法院纪录片出来之后，相信各位网友看了自己心里就会有评价。好，这个评价果然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在看黄国昌，哇，我昨天也看了非常久，就他真的是一直睡，从头睡到尾，左睡右睡，这样头换来换去，可能姿势不太好睡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人家就说，难道他出来讲的话全部都是在胡扯？他不是在里面睡觉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东西来说，我觉得对民众党来说，铁定是会让他的形象更往下滑。所以他说，跌破10%的这个天险来说，对民众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好，宇轩刚刚讲的正传媒这个8.5%是什么？是还没有这个影像录影带出来的时候，这个影像出来以后，刚刚讲的舆论哗然，本来以为说你们在这个法院里面是进行攻防的，阿北针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是碾压了检察官，甚至我刚刚讲到，包括黄国昌讲的义正言辞。就黄章干嘛？在里面睡觉，让阿贝在里面干嘛？胡说八道！宝哥，因为大家会回想到过去柯文哲曾经讲过很多画面的。首先第一个他4度特别讲到说，我跟你讲这个基金会像魔戒一样，千万不要带，讲了4次。后来大家发现一件事情，看完这个庭审之后，你知道原来柯文哲缺什么讲什么。像我们民缺什么讲什么，比如说缺水，我们名字要多一个水字旁。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代表他思念日想李修呀修，就会在想说，我知道李苏亚邦就是被布这个基金会，所以对他讲柯文哲是这样。但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说柯文哲在这个公布之后，尤其比如我举一段话给你听，宝哥，我念他的原文他讲一段话。他说：“我跟你讲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讲不是个案也不是例外就是你要小心这个要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样讲。宝哥，他整段话就讲这样的，他整段话就这样，完全没有。最后他没有办法，他讲什么？我告诉你们啦，如果不是我不是这样做的话，台大不会有叶克膜了。那我就看到有些台大朋友讲说，你要搞清楚叶克膜之父其实不是他我跟你讲，他这完全逻辑说不通。为什么？因为大家会2造双方做对照，不是它里面有没有？他每次扯不到什么像，就是我以前在台大当医生怎么样了？我现在在叶克膜怎么样？人家现在在讲你金华城，就你每次扯不下去以后，就跟我讲我在台大叶克膜怎么样？他有几个 SOP 如果说你今天讲不下去，他就讲说我跟你讲啦，我这个是骑脚踏车上班的啦，我怎么可能说去贪污，对不对？然后马上检方跳出来打脸他，跟他讲说对啊，你是自行车手没有错只不过呢，因为你一直说你是转手，然后你又在骑自行车，所以你刚好恰巧变成自行车手。然后他举了一连串的我们讲证据，比如说柯文哲说都没有公务人员指控我贪污，公务人员全部都说合法。对，检方马上拿出证据跟你讲，12个公务人员指控你合法，没有一个公务员说他合法的，全部都说。我是市议员，我很清楚。不是，而且可怕的是，他把公务员的群组的对话的群组全部都罗列出来，罗列出来了以后，非常清楚的说，我们对此不以为然。有的人说最好把这个给换掉，而且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你昨天讲的，
当第一个有人不赞同他的意见的时候，他直接丢笔，对直接叫他滚出去，告诉他我不要再见到他，告诉他我永不录用。邵秀佩说，就是因为那个动作之后，每一个公务员在他面前都唯唯诺诺。他的逻辑跟顺序是这样：从2月20号那时候，柯文哲一直在说谎第一件事情说啊，我跟你讲了，这个东西我真的全程没参与嘛，这全部都是都发局督委会他们自己弄的，不对。2月20号那时候最关键，为什么呢？这个那个时候是沈庆金亲自去找柯文哲，柯文哲那时候还装腔说没有，我都跟他讲543，结果法庭上直接调出证据以及相关的文书，连沈庆金都证实没有。我那天跟他抱怨金华城。我那天跟他抱怨金华城，很多人都搞错，以为是3月10号、3月17号辩论会，2月20号柯文哲拍板，后来3月10号、3月17号那时候在证据摊出来是什么？是沈庆金以及应小薇那时候去找柯文哲拜托，柯文哲说啊好了，辩论会那我们就想办法叫黄锦茂处理，结果他后来全部都推给黄锦茂。17号之后马上交办说你都委会给我去审，结果17号都委会拿到之后想说这个东西怎么审，才讲到钟小平议员刚才讲的，全部都跟你讲这不能审嘛，柯文哲说你就给我审下去。然后我问邵秀佩哦。邵秀佩说什么？说啊，因为柯文哲的个性，没人敢拒绝他，拒绝他之后都像那个林学玲那样出大事情啊，到底要处理掉嘛？但是我发配边疆，我不用混了。更可怕来了，开始到4月10号，这个案子整个推进去之后，因为中间有一度呢，慢慢的开始在推行，开始卡关，就有发现一件事情，所有人跟他讲哦，说主席啊，市长啊，你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在打官司啊。大家都不要忘记了，保留那时候在打官司哦，台北市政府胜算很大哦。不是，而且后来台北市政府官司还赢了哦。对，他说你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我问一个状况就好了，保留。如果我官司这边还没有输赢决定嘛，我都委会跟你讲过了，就官司出来之后我赢了，那请问一下我要听哪一个？对，我要听官司还听都委会了。他们说这不能这样弄嘛，结果7月16号，如同你讲的。过了，就柯文哲说什么呢？到了9月份，又跟沈清金见面。那见完面之后，不是他讲的说什么啊？我见面都是为了谈选举蓝白合。你那时候2020年、2021年，你给我蓝白什么蓝白合？地沟倒赛都。结果呢，他就说你给我办下去，上午跟你谈完，下午马上公告公展，跟火速一样。你知道他的速度多快吗？人家讲说，民众党我们以前讨论嘛，诚实申报嘛，就发现他不是只有申报诚实而已，他连速度都诚实。人家举例，以前所有的案件这种都更案。正式的围绕的要10年，他1年之内把它搞定。所以柯文哲他讲完之后，全部在庭上被打的，我跟你讲的胡说八道嘛。因为刚刚讲检察官把你其他的案例，而且你讲说你要这个都市审查，你的都市审查完全是为了金华城量身定做，而且你刚刚讲的你是为了南松山案，他们把南松山案旁边全部拍下来了。你如果为了南松山案，那就不应该只为了一个金华城。南松山周边的，像这个台铁的周边的这些住户啦、老旧住宅，那些房子都比你金华城还要旧。结果呢，你金华城可以试用，试用完以后，这个案子就收了。其他的你南松山案的所有的开发的、所有的刚刚讲的容积率的放宽，全部都没有。人家检察官是你如果没有看检察官那个一笔的算，他还把照片呢，他去拍南松山案的这周边的事，每一个都比你这个那个金华城老旧。就你给水变二水，我觉得最好笑什么？最好笑是那个检察官讲的太精彩了，精彩到什么？柯文哲的这个律师受不了在底下鼓掌了。郑生元听完那个律师他讲说啊，所以依此啊，像我们讲庭上求处有期徒刑多少年？讲完之后呢，那个郑生元在底下拍。如果讲到这种我很有感触，为什么？如果我是住那边附近的，你知道吗？金华城要拆掉之前，其实我不知道，我原本不知道要拆掉。我那时候还常常去那边看电影啊、吃饭。所以进去里面开始说，怎么突然间电影院跟我公告说金华城即将要拆掉？那我们走出来之后，旁边那个你讲到围绕建筑，对不对？全部都有什么烧肉店啦、火锅店啦，一大堆。那些都是50年左右的房子哦。你知道那个墙壁，我跟你讲哦，比沈庆基要盖的还绿化，为什么？你知道吗？全部都长一些我们讲藤蔓啊，有的没的。这裸咖啡系就那个房子还继续弄，所以他今天讲到一个概念，柯文哲在那边推说啊，没有，我讲这做实验的精神啊，什么叫做实验啊？如果说没有第一个配先机了，我们先把它弄出来，后面怎么没有办法弄大？胡说八道，因为对他来讲，他只讲一个叫做公平性，所以为什么会里面援引到说所谓的检察官讲到所谓的动物农庄，也就是说，当然很多动物大家是公平的，但你不能说你这个案子比其他人更公平嘛，所以他最后结论就是你柯文哲就是一个更公平的一个市长嘛，所以你知道吗？他到后面他已经没有办法讲别的了，他就开始所以才会扯到说啊，我的老婆啊没有办法请佣人哦，在那边拖地啊很可怜，然后开始在顾左而言他，所以你如果搭配他其他人，比如说像沈经济，比如说像应小薇，专波拢去靠掉，我觉得沈经济我更佩服，我都不知道他是吃了哪根筋不对劲，他突然间跟你讲说啊，那个希望两岸啊之间我们的海峡两岸最后能变成中国的内海，他突然间冒出这一段，我突然宝杰我明白了。你刚才是不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李正秀的问题？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对他来讲，柯文哲现在已经胡言乱语到没有任何靠山了。
沈静静也想说啊，我是能看到中国有这个脸色，能把我救不是我出来。印小薇更好笑，他说我演过的戏最好的就是包青天的太阴山，我希望这个审查长变成了这个包青天，能够用虎头铡把这些检察官给铡掉。我心里想说，原来你们在这里面都在跟我胡说八道。他还有加一句啊，上有老母，下有女儿啊。他说我过去是10大女明星，我都不知道说他成这些，所以很显然的哈，如果说没有这个直播，我觉得民众党啊也算是仁慈了，因为这个如果说不是delay来是直接直播的话，我更期待看到那个现场状况，我甚至还怕说你开庭最好不要晚上开，为什么？你到时候晚上开的话，把我们收视节目的收视率都抢掉怎么办？小妹刚刚讲到，现在民众党的支持度只剩下8.5了。对，可以说你在基层感觉到说，那根本就已经崩盘了。特别是这一次刚刚讲那个尹相一出来以后，你过去讲的满嘴仁义道的，你刚刚讲的所谓正义凛然，你讲的说你们在里面把这个所谓的检察官压在地上打，搞了半天，你们在里面根本就胡说八道，而且你们完全提不出任何证据，提出证据有理有据的反而是检察官。你知道电视为什么打败广播？没有影像，没有伤害，你知道吗？没有影像，没有伤害，真的啊，因为大家看了以后，大家疯了。8.5的支持者看了以后还往下掉，以为是打挂检察官，然后检察官是好像用炮肉把他烫下去，你知道，然后才判他刑啊、起诉啊，不是，满嘴胡说八道，没有任何应小薇这个柯文哲没有任何廉耻心，然后沈静静那种这可恨到极点，哇，这出来以后垮了。我看现在做5%哦，我觉得现在，而且当讲的，里面不是特别谈到林权利，你对林权利也熟。他不是讲说没有任何公务员反对这件事情。一开始这个案子刚刚要做的时候，就有你公务员的科长，而且是主管这件事情的科长，我直接就说此事不可为。对，此事不可为，他得到什么？一支笔丢到他脸上，对，东西丢到他脸上，叫他给我滚，滚了以后我永不录用，永不录用，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人。那他这个悲惨的下场，因为当时柯文哲的声势正旺，没有人会觉得他，没有人敢违逆他，没有违逆他以后。他说：“所有的公务员自此噤若寒蝉。”林权理不是被丢笔就滚了吗？打到冷宫吗？我就把他找来，你知道吗？我说辛苦了哈。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查这个案子嘛。我说你有什么艰难的事，我们帮你开记者会。但林权理胆子很小，就说算了，谢谢议员关系，我跟他很熟。然后他被压迫。宋正迈是宋楚瑜的女儿，以及所有的交通教授，这个所有的容积的教授，通通皆曰不可，认为。只要容积放20%，皆曰可杀，你知道吗？每个全世界都反对，议员都反对，他就给他过嘛。那没拿钱，我就不相信。中华民国以来，从来没有看过台北市的这个都委会的章就盖出去通过公展就过了嘛？是市长的章，都是副市长、公副市长就盖了就出去了嘛。今天我不盖，他黄志说你叫我逼我盖，我就不干了。那就好啊，那你就盖我的假章，假章是视同柯文哲盖，你知道吗？所以整个到尾从头到尾，不管都审的委员，不管是，因为我在这中间，我有一个东西让我非常的惊讶，就在这，好歹你柯文哲是智商157，靠在你这个所谓的口齿非常的伶俐，可是我觉得怎么他在整个法庭里面完全胡说八道，而且前言不对后语，那个不是我认识的柯文哲啊！我讲智商他1500也没有用。因为证据铁板钉钉，人证物证确凿，没有任何人齐天大圣来，玉皇大帝也无法辩驳啊！就他只能讲些鬼话，而且这个人以为鬼话讲这些鬼话，他还已经是他妈接下这句，还以为自己很厉害，还很自尊、很自大。我讲这些话，我看可不可以压倒检察官，然后得到法官的同情，那顺便在政治上把小草 hold 住，不要全垮光。他心里已经18转了，他讲的话你知道吗？这坏呀，真是。好，这也不动。刚才讲，其实每一档电子报民调，你们在每次最后面，你都要去谈你的政党这个支持度，也就是我认同我现在是属于党，我是支持哪个党的。其实刚刚讲的正传媒现在是8.5，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原来美丽岛也做了，你们更低，只有7点多。如果只有7点多的话，那离5%的泡沫是不远的耶。现在已经是泡沫了，已经泡沫了，7%不。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抽样的时候，会有一题来问我们的被访问者，你是哪一个党？哦，那他承认说我是民众党，啊，可能有30%、40%、50%不知道，但是大家因为觉得民众党形象太坏，所以我原来是支持民众党，我就开始转向表态。变成剩7%，我这个结果是如此，所以今天的结果就是7%，3年来的最低，这是第一个结果，跟大家分析。那第二个，那所谓何来呢？就是柯文哲被判刑了嘛，就柯文哲判刑之后，把这个最后一根稻草，
把这个骆驼压倒了，这不是结果就是这个结果。那所以今年的选举，如果还是背着柯文哲的包袱的话，对这个党当然泡沫化，这个因果是这个关系嘛。那所以荒谬的事情是这2天的荒谬嘛，因为在那么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庭讯的过程当中哈，大概把所有的证物跟证人全部调完了，对，全部传完，两边攻防嘛，传完变成，所以这个庭讯的庭期拖了很久，对不对？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查干净了，查干净，查到了2审会变怎么样？2审你传不出新证人啊，你没有新的物证，没有新的人证怎么办？怎么办？就马上办，就给你判刑啦，对，就很快了，对，就很快啦，2庭都开完了，就没有办法反转了。对，不是你没有东西嘛？他本来有人想说，因为以林义士的这个案子为例，他现在打那么久了，他还没有打到3审，他人还在外面逍遥法外，所以现在柯文哲本来也是打算用这样的方法，你说不可能，因为查太清楚了，查太清楚了。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像林义士一样，我可以在那边折腾那么久，搞到7、8年不出来。不是，你一进去关的那一天开始，我告诉你啊，当你人在里面打官司的时候，那其他案子速度会加快，因为妈的这个没有东西好，法官更不鸟你了嘛，法官很快就弄掉了嘛。所以好，讲个什么结论？讲政治，这就讲民众党何去何从。民众党现在犯那个重大错误啊，路线错误嘛。对，因为民众党现在还在保科嘛。当你在保科的民众党变成贪污的民众党情况之下，就今天的7%跟8.5%嘛。那这个8.5%跟7%是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行？当然下行啊！你刘宝杰一看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先讲这个情况最不利的人是谁？池鱼之乡的是谁？是民众党跟黄国昌嘛。因为黄国昌已经把他接盘接过去了，对，黄国昌的给谁必二锤啊！我现在变成我是法律专家，我非要帮你辩护，你这个贪污者无罪耶。问题是，我们台湾有70%，我们看过嘛，69%都70%的人相信他贪污有罪嘛。对，那你一个政党要去对抗整个全社会吗？不可能通过嘛。所以这个党的不是泡沫化，更糟糕的。跟他合作的党要倒大霉。好，小平，是现在你们要非常小心，是因为现在你说你看到，虽然像国民党、民众党往下滑，可你看到一个数字更可怕，是40到49岁。对，40到49岁，那市长，那你说那是国民党最忠贞、最完整的这个所谓的支持马奇诺防线。马奇诺防线啊。那你说这个马奇诺防线恐怖是有2个东西，第一个是他们是反红统的，第二个是他们是反贪污最强的。就这2个，一个被民众党挂了，一个被郑丽文挂了。是啊，因为本来赢10%嘛，新北市嘛，我们川博，现在为什么赢1%？40到49本来我们赢，现在倒输了啊。苏小慧推一个海獭妈妈，什么叫海獭妈妈？就是国小国中的妈妈，大概都40几岁嘛，那个妈妈她办了一些亲子的活动，一直在用力这一块。本来这个选举很简单，40到49如果输，国民党就输掉了，因为国民党50到69是我们的强项，对，70以上我们蓝绿平分秋色，对。那为什么呢？他从10几%掉到8%，20到29，以前是不是都被阿北盘踞？对，现在第1名是民进党。30到39，那个叫太阳花时代，本来就是民进党的，那个很清楚，这个基本上是政治的。好，再拉回来，40到49，那你要跟他绑在一起吗？你要跟他抱团取暖，还是一起灭亡？老 K 要抱团取暖，还是一起灭亡？我在里面呢，我苦守还要2年呢。王宝钏，这2年我好几次差点被开除党籍耶！你还爆破？对，不是我今天要开除你党籍，是好多人借理由啊，你破坏蓝白合开除党籍，那中常一个小鬼中常委也提案什么，反正你找任何事，他说这个小事情应该是记警告，要记2大过，开除学籍，你知道，都在全世界都在弄我党里面，我做的是主流跟对的事，柯文哲我揭发的。我们可以支持一个贪污犯，你跟他蓝白合吗？我们是很遗憾的，329还有22个站上台啊，是不是还有立委啊？请问你为什么还要蓝白合啊？请问你在2年再选立委对不对？那现在那个不是为了选举报恩啊，是为了报恩吗？他是为了现在表决要用嘛？啊，表决好去一下，好，不管你立法委员职权，我也无法干涉，我只讲我自己。我们苦了2年，终于拨云见日。
终于正义得到伸张了，对啊。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抖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